前一阵子，在台南北门采玄育雏的现场，发生了夜入石子的事件。这只雏鸟已经不小了，一动也不动，显然是死了，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死亡。青鸟把它叼出来，动作缓慢，鸟友们以为它要丢弃，没想到它开始吞食。由于雏鸟很大，不容易吞食，它吞了很久，但是最后还是吞下去了。看到的人都很惊讶，夜鹭怎么会吃掉自己的小孩呢？在大自然里，生存是最高法则。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例子，这是白鹳，一窝5只雏鸟。像这种大型的鸟，一对青鸟要养活5只雏鸟是很不容易的。青鸟叼起的最瘦小的一只，要把它丢弃。在我们看，这是很残忍的行为，但是在生存法则下，它别无选择。其他雏鸟都吓得趴下，噤若寒蝉。如果食物来源不充足的话，青鸟还会舍弃其他较瘦弱的雏鸟，因为那样才能养活1、2只最健康的小鸟。至于吃掉还是丢弃，可能跟青鸟是否饥饿有关。除了鸟类之外，我们再来看看猫科动物。2013年3月，我在后院发现一只猫，在我花盆里产下的小猫。我有些惊喜，就开始喂它。我喂它跟一般宠物猫不同，我只是在自然环境下提供它们饲料，不去抱它，也不干扰它，彼此相伴，和乐融融。它们很自在地在我后院里玩耍，住在我的木工工作室里，可以遮风避雨。它们也会抓老鼠，也会抓石龙子，一代一代的繁衍。最多的时候生了7只小猫，一家8口共进午餐，热闹非凡。我后院也养了鸡，亲戚送来的，因此我也盯了鸡舍。2014年11月，野狗侵入，鸡被咬死了2只，而猪鸡遍寻不着。傍晚才发现它飞到树上去了，因此我又加固了鸡舍，防范再被野狗侵入。由于我后院与树林间仅1沟之隔，因此野狗随时可能闯入，那是没办法的事，只有加强防御。2016年，那群猫已经在我后院待了3年。有一天，我赫然发现，有一只小猫被咬死了，而且被吃掉了一半。我们知道野狗攻击性强，但它们大部分只是咬死，不会吃。就算是吃了，这种小猫它们咬一咬就整只吞了，不会是眼前这只被小口啃食的样子。这里没别的动物，这一定是母猫吃的。当下心中很不是滋味，想想我也在生态影片中看过母狮吃掉了受伤或死去的幼狮。俗话说虎毒不食子，那是指活着的时候，一旦死了
亲情的联系就断了。大象似乎是例外，它们的脑容量够大，记忆长久，感情丰富。我们知道，当外来雄狮挑战当家雄狮，并取代了它的位置的时候，它会咬死全部的幼狮，好让母狮重新发情与它交配。以人的立场来看，你杀了我的小孩，还要我对你好，那是做梦。然而，大自然的环境，你似乎没有反抗的余地。不光是猫科动物如此，其他的动物为传承自己的基因也会如此。至于吃不吃，似乎是饿不饿的问题。另外，因为大自然里食物不是垂手可得，不吃不是浪费了吗？而且吃掉了可以避免引来觊觎者，避免产生病毒感染。野狗的泛滥众所周知，过去我们知道野狗群攻击别的动物通常只是咬死，不会吃。最近常听闻野狗吃鸟事件，譬如红冠水鸡、黄小鹭等，这种不太善飞、经常躲在草丛里的鸟，可能被野狗吃掉。野狗吃鱼更是屡见不鲜。拍鸟俱乐部特别呼吁当地政府加强野狗的捕捉与防范，并获得了积极的回应。夜鹭食子事件在我们看来是骇人听闻，但在大自然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欢迎您订阅，谢谢，下次再见。